如果我帮一位刚在美国被确诊高血压的患者买一张飞往欧洲的单程机票，飞机落地的那一刻，他的高血压就自动痊愈了。因为美国的高血压红线是130，而欧洲是140。这段话听起来很荒谬，但它出自英国约克教学医院的资深心脏科医师 Sanjay Gupta 最近在营养科学频道 Zoe 的一场深度访谈里的原话。Sanjay 医师行医30年，在这场访谈里说出了一句让整个医学界都很不舒服的话：高血压对很多人来说根本不是一种疾病，它是身体发出的一声绝望的尖叫。今天这期内容，我把这场访谈里最扎实的干货全部拆解给你。你会搞懂为什么大约1/4被判定为高血压的人，其实并没有持续性的高血压。为什么有人吃了20年降压药，最后还是心脏病发作？以及你肠道里的某些细菌是怎么在暗中操控你的血压的？这个发现几周前刚登上了 Nature 期刊。我们先回到最基本的问题，血压到底是什么？Sanjay 医师用了一个物理学公式来解释，压力等于力除以面积。心脏泵出的血液打在血管壁上就是力，血管管径的大小就是面积，血压就是这两个变量的比值。他打了一个很好懂的比方，想象你在用水管浇花，水压不够，远处的花就浇不到，会枯死，这就是低血压的危害。没错，血压不是越低越好，但水压太强呢，花会被冲坏，水管本身也会裂开，这就是高血压正在做的事。那两个数字代表什么？高压，也就是收缩压，是心脏用力挤压时血管承受的最大冲击。低压，也就是舒张压，反映的是血管壁自身的弹性。Sanjay 特别指出，在临床上，收缩压那个比较大的数字对健康的影响更直接。但这里有一个很关键却常被忽略的事实，血压是一个不断在变动的数字。你跑步、焦虑、吃太咸，甚至只是看到穿白袍的医生走进来，压力荷尔蒙一分泌，血管一收缩，血压马上就会往上飙。你看奥运举重选手发力的时候，血管暴突，血压高得吓人，但他们没事，因为那是身体对当下负荷的正常生理反应。问题就出在我们现在的测量方式。你走进诊室，本来就有点紧张，心跳加速，医生用机器量了一次，就凭这一个数字，决定你要不要吃一辈子的药。Sanjay 直言，这是最糟糕的评估方式。他引用数据指出，大约有1/4被贴上高血压标签的人，其实并没有持续性的高血压，他们只是经历了所谓的白袍高血压，在诊室环境下的一次性飙高。但这个标签一旦贴上去，伴随而来的焦虑反而会让血压真的越来越高。正确的做法是什么？自己买一台家用血压计，很便宜，通常都有高血压学会的认证。每天量2次，每次连续量3次，只记录第3次的数据。连续记录几天，算出一个平均值，这才是你的真实血压。如果这个平均值持续超过140/90，甚至到了160，那就值得去看医生。而且记得把你自己在家量的数据带去，因为你到了诊室量出来的数字一定更高，不要让那个数字替你做决定。如果真的是持续性的高血压，放着不管会怎样？高血压被叫做沉默的杀手，不是没有原因的。绝大多数高血压的人完全没有症状，少数人可能觉得容易累、头痛，运动时喘不过气，但多数人就是觉得自己好好的。可是在微观层面上，破坏每天都在发生。长期的高压冲刷让血管壁出现微小的损伤，身体为了修补会形成结痂，结痂让管腔越来越窄，能送到各个器官的血液就大幅减少。这里面最让人意外的是对大脑的影响。Sanjay 说，高血压造成的脑部微血管损伤可以无声无息地潜伏10到20年，然后以失智症或中风的形式突然爆发。他说得很直白，失智不是某天突然发生的，它是一个非常缓慢、隐匿的破坏过程。只因为外表看起来没事，所以一直被忽略。心脏为了对抗高压，会把自己练得越来越厚，最终厚到供血跟不上消耗，引发心衰竭。眼底的视网膜、肾脏里最细的血管也全都是攻击目标。数据也很残酷，全球约30%的人有高血压，60岁以上超过60%，每2个人里就有1个。但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可能会让你对按时吃药这4个字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
Sanjay 分享了一个他在冠心病加护病房亲眼见到的场景，一个60岁的男性心脏病发作住进来。他问住院医师，这个病人有什么风险因子？答：高血压和糖尿病，已经按时吃了20年的药。Sanjay 反问了一句，那我们这20年到底在治什么？没有人能回答。这里要说清楚，他不是说药完全没用。他原话是，如果需要用药，那就用。他真正批评的是整个体系只盯着数字，把数字压下来就觉得完事了，却没有人去处理背后真正的原因：肥胖、糟糕的饮食、慢性压力。血压降下来了，接着糖化血色素开始升高，于是再开另一种药。在Sanjay看来，高血压、第2型糖尿病、脂肪肝根本不是3个独立的诊断，它们是同一个不健康的身体发出的不同求救讯号。就像他说的，1型糖尿病是真正的生理疾病，但2型糖尿病对大多数人来说，跟高血压一样是一种症状。他还丢出了一个让业界很尴尬的数据，降压药的需要治疗人数 NNT 很高，你可能需要让30到60个人连续吃好几年的药，才能在其中一个人身上防止一次心脏病发或死亡。他说，如果一家银行给你这种回报率，你绝对不会把钱存进去。而且不同地区的指南标准不一样，隔几年就改一次。他那个买张单程机票去欧洲就治好了的比方，说的正是这件事。我们并没有让人们变得更健康，我们只是让人们变得更依赖药物。那如果药只是创可贴，真正该做的是什么？Sanjay 被问到所有干预手段的优先顺序时，他把饮食排在第1位。原因很务实，压力影响很大，但很难量化，而吃什么是你每天都能做出的具体选择。同场访谈的另一位来宾，伦敦国王学院营养科学教授，也是 Zoe 首席科学家的 Sarah Berry 给了一个清晰的框架：多吃未加工的原型食物、豆类、全谷物，少吃加工红肉、含糖饮料和精致碳水。很多人以为高血压只跟盐有关，但 Sanjay 指出，糖才是更大的威胁。糖引发胰岛素剧烈波动，带来全身性的发炎反应。他也特别点明了加工食品里的精炼油和化学添加剂，食品工业在乎的是你的口感，不是你的健康。说到盐， Sarah 教授提供了一个关键数据，我们吃进去的盐，只有大约 20% 是自己在家煮饭时加的，剩下的 70%到 80% 全都藏在超加工食品和外食里。好消息是，只要减少这类食物，你的味蕾会适应得很快。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自己根本不再需要那么重的咸味了。在营养学中，有一个被严重低估的降压元素钾。钾能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盐，扩张血管，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还能抑制体内调节血压的荷尔蒙。Sarah 教授本人早年就主导过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RCT， 直接验证了补钾可以有效降低血压。来源很常见，香蕉、无花果、杏子、菠菜这类深绿叶蔬菜，搭配全谷物和豆类的膳食纤维，以及现代饮食中普遍流失的镁，这些加在一起，效果是累积的。接下来是这场访谈里我觉得最让人兴奋的部分，你的肠道菌群正在影响你的血压。Zoe 团队和伦敦国王学院针对35000人进行了长期研究，发现高血压人群和血压正常的人，肠道的微生物组成有明显差异。他们辨识出了一组微生物特征，哪些菌跟高血压有关，哪些跟低血压有关，而且这个发现在多个不同的队列里都得到了一致的复制。成果刚发表在 Nature 上。机制是这样的，当你摄取高纤维的饮食，特定的肠道菌群会产生短链脂肪酸，这些物质能进入血液，改善血管内皮的运作方式，并且压制体内的低度慢性发炎，而长期的低度发炎正是血管逐渐硬化、血压逐渐升高的核心推手之一。最关键的是，这个微生物特征是可以改变的。Zoe 的后续研究发现，只要将饮食转向高纤维、植物性为主的饮食，就能减少跟高血压相关的有害菌，增加跟低血压相关的有益菌。Sarah 还提到，现在已经开始出现针对特定菌株的益生菌补充剂，未来饮食加上精准的菌群调整，降压效果只会更好。最后，拼上完整的拼图。Sanjay 反复提到健康4大支柱：饮食、睡眠、压力管理和运动。他说，这4件事不只对抗疾病，更重要的是，它们会让你当下就感觉不一样。但这是一个木桶效应，不能只做一项。你不能每天拼命跑步，然后每晚只睡4小时。
睡眠不足会让你疯狂渴望甜食，甜食让胰岛素飙升，慢性压力又让应激荷尔蒙把血管收紧，这是一个会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Sanjay 也没有回避吸烟的话题，他说得很直接，如果你每天大量抽烟，却在为血压数字焦虑，那是搞错了重点。吸烟本身对身体的破坏，远大于它引起的血压升高。光吃降压药却不戒烟，是本末倒置。至于酒精，他承认短期在压力下或许能暂时放松血管，但长期过量饮酒毫无疑问是高血压的重要推手。好消息是，除了年龄和基因，决定你会不会得高血压的变数里，大约有70%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来看具体的数据，有氧运动平均可以让血压下降6毫米汞柱，这个幅度跟某些降压药差不多了。每减掉1公斤体重，收缩压可以再降1到2毫米汞柱。运动加减重的效果是叠加的，而且还能减少你对药物的依赖。要知道，有些药物本身反而也会引起血压波动，而且这些改变见效的速度比你想的快得多。Sarah 教授引用已发表的饮食研究指出，血压的改善最快2周就看得到。Sanjay 则说，很多人调整饮食和作息之后，几天内就感觉精神状态明显不同。你做出改变后得到的第一个回馈，不是血压计上的数字，而是你早上醒来时那种久违的清醒和能量。血压偏高不是法官对你宣判的终身徒刑，它是你的身体在拉警报，求你做出改变。听懂他在说什么，用真正的食物、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运动去回应它。不要只想着用一颗药让警报闭嘴。如果你家里也有长辈每天量血压、按时吃药，却从来不调整饮食和作息，请把这期分享给他们。你讲100次，不如让他自己看1次。这个频道做的事情，就是帮你把全世界顶尖专家的最新研究，用你听得懂的方式拆解出来。如果今天这期让你对血压的理解跟10分钟前不一样了，点一个赞，让更多人看到它。如果你不想错过接下来这类内容，花1秒按一下订阅，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是逆龄研究所，我们下期见。